人在散步时发现了件可怕的事，身后竟然跟了2个街溜子。迪克森认为他们是想抢钱，杰克却很肯定他们是来要命的，理由就是前面停的那辆车，他在纽约就见过一次，而且今天在高速上也一路跟着他们。一旦他俩走到车的旁边，直接就会被前后夹击，陷入必杀之局。So what's the plan? I'm not gonna walk by that car. I might go over the fence. Go. 果然如杰克所料，他们翻墙的同时，车里的人也下来了，3个杀手紧跟着也翻了进去。只是此刻杀手们已失去了先机，现在更像是闯入陷阱的猎物。其中眼神最好的杀手发现了未干水泥上的一串48码脚印，循着脚印的方向就看到了杰克正奋力在脚手架上攀爬，明显是想要逃跑。于是他毫不犹豫的也跟着爬了上去，殊不知杰克早已躲了起来。等杀手爬到上面四处寻找时，杰克便开始了反击。没想到杀手反应迅速，摔倒之后瞬间起身，还用小刀划伤了杰克。杰克见状也不再轻敌，立刻动手想要卸掉对方武器。与此同时，另一边的2名杀手也在追击杰克的战友迪克森。可迪克森同样不是好惹的角色，他迅速绕到对方身后，直接打了杀手一个猝不及防。关键时刻，杰克也及时赶到，一下撞飞了刀疤男手里的枪。面对杰克这个野兽般的大块头，刀疤男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没几个回合就被打到手脚尽废，最后还被杰克按进了水泥浆里。杰克解决刀疤男的同时，迪克森那边的战斗也已经结束。Damn, Reacher. When we were kids, we just wrote our names in it. 考虑到纽约警方平时工作繁重，杰克还十分贴心地帮他们处理现场，把几具尸体全都丢进了水泥浆中。随后2人开始搜查杀手的车，没想到竟然发现了一份118小队成员的详细资料，而杀手手机里还有一个号码联系得异常频繁。杰克见状立刻拨了过去。 Is it done? Not in the way you expected. You're fucking with the wrong guy, Reacher. You should know that this doesn't end well for you. Then why are you the one that sounds scared? 他原本想借此追踪对方位置，却发现双方使用的都是一次性手机，车辆挂的也是临时牌照，想顺藤摸瓜几乎不可能。就在这时，迪克森又找到了一张停车场通行证。 Not necessarily. Parking lot pass. OH Technologies. Stamped yesterday morning. That's what you call a clue. 总算是查到了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随后2人返回了酒店，杰克开始处理身上的伤口，迪克森则在网上查到了一些关于新时代科技的信息。这家公司主要经营航空科技，总部就设在纽约市区。可说着说着，迪克森突然感觉胸口一阵疼痛，这才发现自己刚才被弹片击中，只是因为交手过程太过激烈，他直到现在才察觉到伤势。杰克见状，立刻上前帮他处理伤口。 What you doing? What my mom used to do when the alcohol's. 2人早在部队时就互有好感，如今气氛又变得微妙，索性弥补了当年那份没有说出口的遗憾。第2天清晨，2人刚走出房间，就立刻遭到了室友的调侃。 Oh, the whole hotel heard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Told you you were loud. Found this in a car that followed us down from New York yesterday. 几人正准备继续分析杀手留下的线索，赌场老板突然找了过来，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警方早上发布了最新通报，在纽约北部的山林里发现了2具尸体。杰克接过照片一看，死者正是他的2名战友桑切斯和奥罗斯。再次看到战友遇害，杰克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他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亲手找出幕后黑手，让对方付出代价。为了加快调查进度，也为了保证同伴的安全，杰克直接来到一家武器店，买下了3把手枪和几部一次性手机。可问题是，他没有当地的持枪许可证，这让老板一时间有些犹豫。杰克见状没有废话，直接把一叠现金拍在柜台上，老板的顾虑瞬间就消失了。 Well, if it's good enough for God, it's good enough for me.
拿到武器后，几人立刻动身，准备去会一会那家新时代科技公司。可没想到，刚开出去没多久，身后就传来一阵警笛声。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靠边停车接受检查。Wait here. 杰克似乎早就猜到来的人是谁，于是干脆往后一躺，等着对方找上门来。结果也不出所料，下一秒，警官琪琪就出现在了车旁。Get out. Hands on the roof. Pull Bunyan. 原来琪琪正是负责调查战友遇害案的警官，所以杰克几人刚到纽约时，他就已经在暗中盯上了他们。只不过后来被杰克察觉，还误以为他是凶手派来的手下，直接把人狠狠揍了一顿。所以不管是公事还是私怨，杰克这趟警局都躲不过去。但在被带走之前，他还是迅速安排好了接下来的行动。奥唐纳跟着自己去警局，假装担任律师；内格利和迪克森则继续去调查新时代科技公司。可两人的进展并不顺利。人事主管看到那张停车场通行证后，只是表示每个来过公司的人都会拿到停车证，所以他们也无法确认这张证属于谁。对方唯一能提供的线索就是访客登记时留下的家庭住址。虽然内格利和迪克森对此并不完全相信，但眼下也只能暂时查到这一步。另一边，琪琪已经把杰克带回了警局，不过他并没有趁机报复杰克，而是主动提出合作，希望双方交换一下目前掌握的线索。说完，他拿出一份从卡尔文办公室找到的文件，文件里显示有人疑似准备发动恐怖袭击，而嫌疑人的名字开头正好和卡尔文 U 盘里的那些人名一样，都是以字母 A 开头。更关键的是，警方目前已经锁定了一名嫌疑人。为了保证抓捕行动顺利进行，琪琪希望杰克能够和警方分头行动，形成双线追查。 Soon as AM checks in, we got him. 随后，杰克回到了酒店，得知新时代科技公司给出的地址后，杰克立刻判断这很可能是对方故意设下的陷阱。但为了查到更多线索，他们还是决定亲自过去探一探虚实。到地方后，杰克点燃一枚自制的高爆燃烧弹，毫不犹豫地扔进杀手的老巢。一个杀手瞬间烧成火人，而真正的战斗也就此开始。杰克率先冲进屋内，两枪放倒另一名杀手。接着便指挥队友兵分两路，开始对剩余的杀手进行清剿。杰克这边毫无压力，但队友这边却遇到了麻烦。虽然几枪就把冲出来的杀手撂倒，却没注意到对方身上穿了防弹衣。突然出现的杀手瞬间打了奥唐纳一个措手不及，手枪也被对方给卸掉。杀手用浴帘套住他的脑袋，想要活活将他勒死。好在奥唐纳及时掏出匕首，这才摆脱了控制。接着便掏出纸虎开始反击。外面的迪克森也不轻松，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开枪，结果一梭子子弹又打在了防弹衣身上。好在奥唐纳及时帮手，迪克森才捡回了一条小命。 Donkey's ass, meet Banjo. Fucking bulletproof vests. 随着一个杀手摔下楼梯，内格利也结束了战斗。但美中不足的是，几人并没有留下活口。就在这时，杰克突然发现外面有辆车子突然启动，显然就是杀手的同伙。于是他立刻追了出去，而对方也飞速逃离。杰克见状也不担心，抄起一个烧烤架就扔了过去。从这个距离来看，少说也扔出50多米远，不得不承认杰克是天生神力。Who sent you? Who sent you? Brian Collins. Who do you work for? New Age? Do you work at New Age? Are you having a heart attack? 杰克瞬间无语，这到手的线索一句话还没说，就因为心脏病给挂了。看来枪林弹雨打了一夜，结果又是白忙活一场。Asshole. 好在杀手身上都带有证件，足以证明这里是新时代公司设下的陷阱，想要一波团灭掉杰克几人。然而他们刚返回酒店，七七警官就气冲冲地找了过来。A pipe bomb? In suburban fucking Queens? They frown upon this sort of thing. You think this is funny?
What were you thinking? 杰克见状便说出了今晚的发现：新时代科技肯定酝酿着巨大的阴谋，所以他们才会急于将他们灭口。而琪琪则告诉他们，自己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们的擅自行动导致警方抓捕嫌疑人 A 的特别行动落了空。I'm serious. No more fucking cowboy shit. 而杰克从来就没有指望过警方，依旧继续着对新时代科技的调查。但随着调查逐渐深入，竟意外地发现，他们生死不明的战友斯旺就是新时代科技的高管之一。虽然众人都不愿意相信，但斯旺很可能已经背叛了当年的战友情谊。根据查到的资料显示，斯旺是新时代科技安全部门的副总监，跟公司老板兰斯顿走得非常近。而新时代科技不久前还在国防部长拉沃伊的支持下，通过了一个名为“小翅膀”的科研项目，但现有的资料并未记录相关内容，想要接近国防部长也不简单，所以杰克联系了朋友老黑探长，假扮成联调局的特工，把拉沃伊的秘书抓回了警局。这小子也不惊吓，很快便说出了知道的信息。原来小翅膀是一项导弹追踪技术，但很早之前就因技术受限而搁浅。直到新时代科技提出他们已经攻克了其中的关键技术，不但能够做到100%打击目标，还能适用于便携式火箭弹，而且还通过重金贿赂得到了国会议员拉沃伊的支持，所以重启了项目并拿到了拨款。杰克听后立刻猜想，自己的几位战友肯定是在调查此事，所以才会惨遭灭口。如果这些导弹落到恐怖分子手上，恐怖程度将不亚于上一次内战。而一切也正如他所想，兰斯顿知道事情泄露之后，便抓住了主导调查的卡尔文，逼问他还有谁知道这件事。但卡尔文从始至终都没有出卖战友。You talk or you fly, asshole. What's so funny?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what the big guy's gonna do to you. 既然得不到情报，卡尔文便失去了价值，直接就被兰斯顿扔下了飞机。也正因为卡尔文刚才那句话，兰斯顿便决定干掉所有与卡尔文相关的人。得到线索之后，杰克准备先去导弹工厂看看，结果刚一出门就被一伙飞车党给围住。很显然，他们也是兰斯顿找来的人。Tell you you die tonight? I'm gonna cut you. Gotcha. Leave you.虽然这次派来的人很多，但依旧不是几人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全都躺在了地上。而杰克也受够了对方每次都派这种货色，捡起电话就打给了兰斯顿。Yeah. Before you ask if it's done, it is. Just not in the way you hoped for. You're causing a very complex operation a lot of problems. $65 million worth, Langston? Assume that's who I'm talking to? Head of security?Head of this whole thing? 兰斯顿一听瞬间变脸，没想到卡尔文口中的大块头这么难缠，于是他转变策略，直接跟杰克谈起了条件。What is it that you want? I want to throw you out of a helicopter. 放出狠话之后，杰克便与队友分头行动。杰克和奥唐纳直接赶到联调局，将新时代科技背后的阴谋全部说了出来。联调局得知情况后，也意识到事态严重，决定和杰克他们分头行动。另一边，迪克森和内格利则冒充联调局人员，来到了新时代科技的导弹工厂。可车间主管却告诉他们，就在10分钟前，已经有人把6500枚导弹全部运走。两人听后立刻追了出去。与此同时，运输车辆还没开出多远，前方道路就被一辆故障卡车堵住。运送导弹的司机好心下车询问是否需要帮忙，没想到对方抬手就是一枪。原来这一切都是恐怖分子提前安排好的，他们想把这场交易伪装成普通劫车，确认车厢里装的正是小翅膀导弹后，劫匪立刻拨通电话，将消息汇报给了恐怖分子。Give me good news. GPS tracker did the job. Your associates of New Age came through. They might be upset I killed the driver, though. No, they won't care as long as they get paid.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greed. 就在劫匪准备换上车牌开车逃走时，内格利和迪克森也追了上来。劫匪见有人赶到，根本不管对方是谁，拔枪就开始射击。They know who we are. Woman of call New Age left two government inspectors. Langston finds out with all these dickheads.
劫匪头目立刻钻进卡车，带着那批导弹先一步离开现场。剩下3个手下负责断后，一边开火一边向2人的车靠近，直到汽车冒出滚滚浓烟，他们才停了下来。随后几人小心上前，想确认车里的人是否已经被打死，可走近一看才发现车里根本没有人影。下一秒，3名劫匪便被当场击毙。可惜运送导弹的卡车早已经不见踪影。2人查看货运清单后发现，上面的所有签字竟然全都来自他们的战友斯旺，也就是说，他们的老战友很可能真的投靠了极端势力。 I know you want to believe Spawn's clean, boss. We all do. But things look the way they look. Talk when we're safe, okay? 得知这个消息后，杰克的情绪明显低落下来。一直以来，他都不愿相信自己的战友会背叛小队，可眼下的证据却逼得他不得不面对现实。随后，几人回到纽约，参加了战友卡尔文的葬礼。但兰斯顿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他甚至还准备在葬礼上对杰克下手。本期内容到此结束。也许从118小队成员接连倒下的那一刻起，杰克就已经不再是在追查一场普通谋杀，而是在守护一段用生死换来的战友情。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如今有人被灭口，有人被怀疑背叛，而背后牵出的小翅膀计划，更让这场复仇变成了阻止灾难的战争。敌人以为用金钱、导弹和杀戮就能掩盖真相，却低估了杰克心中那条不可触碰的底线。战友可以在战场上牺牲，但不能被谋害；真相可以被埋藏，但终会被挖出。当杰克再次握紧武器，他要清算的不只是兰斯顿，而是所有背叛信任、践踏兄弟情谊的人。